既然打了，我会让你心服口服。陈平说完，胸前的龙晶开始闪烁，一道道金光爆发，很快在陈平身后，一道金龙虚影缓缓凝实。吼！一声龙吟，震得在场所有人都不由得身体晃动，还有很多实力较弱的禁军直接倒地。望着那渐渐凝实的金龙，敖烈整个人都有些傻了。他一直引以为傲的龙族血脉，此刻在陈平面前就是个笑话。陈平不但是龙族血脉，竟然还是最高贵的金龙。敖烈匍匐在陈平面前，眼神中满是臣服。我服了，我愿意以陈先生马首是瞻。这一次，敖烈是真心实意的臣服。就连紫渊看着陈平那金龙虚影，也是震撼的长大了嘴巴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演武场上，金龙虚影盘旋于空，龙吟震彻云霄，余波席卷四方。那些先前还对陈平冷嘲热讽的禁军，此刻尽数匍匐在地，浑身颤抖，看向陈平的眼神中只剩下极致的敬畏。敖烈趴在玄铁石地面上，青色龙鳞失去光泽，破碎的龙翼无力垂落，望着那尊金光璀璨的金龙虚影，心中最后一丝不甘也烟消云散。他身为龙族混血，最清楚金龙血脉的尊贵与强大，这种源自血脉深处的压制，让他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。陈先生，先前是敖烈有眼无珠，冒犯了您的威严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恕罪。敖烈声音沙哑，额头紧紧贴地，语气中满是臣服。陈平抬手一挥，胸前龙晶的光芒渐弱，金龙虚影缓缓消散，演武场上的威压随之退去。他走到敖烈面前，淡淡开口：我与神国乃是合作之态，并非要刻意折辱谁，只是你若始终心存轻视，日后如何同心协力应对魔魂危机？敖烈明白。敖烈猛地抬头，眼中再无倨傲，只剩坚定。从今往后，陈先生若有差遣，敖烈万死不辞。禁军上下也必听陈先生调遣。周围的禁军纷纷附和，齐声高呼听陈先生调遣，声音整齐洪亮，回荡在演武场上空。紫渊走上前来，看向陈平的目光中带着难掩的惊叹。陈道友深藏不露，竟拥有金龙血脉，难怪实力如此强悍。陈平笑了笑，并未多言。他很清楚，金龙血脉的展露远比一场胜利更能震慑神国上下。在这个以实力和血脉为尊的世界，尊贵的血脉往往意味着更深厚的底蕴和更强大的潜力，这能让他与神国的合作更加稳固，也能为后续调查雷音中之事减少阻碍。演武场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，不到半日便传遍了神都。你听说了吗？演武场上出了个狠角色，地仙境一品就把敖烈统领打得服服帖帖，最后还显化出了金龙虚影。金龙血脉，那可是传说中的顶级血脉啊！难怪敖统领都甘拜下风，换作是我，估计连出手的勇气都没有。听说那人叫陈平，是国主亲自请来的贵客，要和咱们神国合作调查雷音中的事呢。有金龙血脉的强者相助，说不定咱们真能找回雷音中，阻止魔魂出世。茶馆里、酒肆中、街道旁，处处都是关于陈平的议论。原本因雷音中被盗而弥漫在神都的压抑气氛，因陈平的出现多了几分希望。就连神国的贵族阶层也纷纷打探陈平的消息，想要结交这位拥有金龙血脉的强者。皇宫内殿，吴昊听完紫渊的详细汇报，手中的玉杯微微晃动，眼中满是震惊。金龙血脉，陈平竟有如此来历，我原以为他只是个实力出众的散修，没想到竟有这般深厚的底蕴。紫渊躬身答道：国主，陈平道友不仅血脉尊贵，实力更是深不可测。敖烈统领龙化后全力出手，仍被他以混沌之力击溃，其真实战力恐怕已达地仙境9品巅峰，甚至有可能触及人仙境门槛。吴昊猛地站起身，在殿内踱步，脸上难掩激动。天助我神国，有陈平相助，何愁雷音中寻不回，何愁魔魂之危不解。他停下脚步，神色变得凝重。紫渊，你即刻去请陈平道友来皇宫，我有要事与他商议。另外，
传令下去，封锁陈平拥有金龙血脉的消息，只在核心层通报。如今神国内忧外患，若消息扩散太广，恐引起不必要的麻烦，尤其是提防神殿和相国那边的人。臣遵旨。子渊领命退下。不多时，陈平跟随子渊来到皇宫内殿，吴昊亲自起身相迎，态度比之前更加恭敬。陈道友，先前不知你身负金龙血脉，多有怠慢，还请海涵。国主客气了。陈平拱手回礼，血脉不过是先天禀赋，真正的实力还需后天磨砺。吴昊闻言更是赞赏，连忙请陈平入座，又命人奉上仙茶，才缓缓开口：陈道友，今日请你前来，是想将调查雷音中之事正式托付于你。如今神都内外，唯有你有能力担此重任。如果雷音观的魔魂冲破镇压，怕是我神国也要跟着遭殃了。到时候我神国镇压的魔魂，怕是也要冲破禁忌。他顿了顿，从怀中取出一枚刻有神纹的玉牌，递给陈平，此乃神国的探视玉牌，持此玉牌，可调动神国的暗探力量，查阅神都内外的机密卷宗。子渊将协助你一同调查。禁军方面，敖烈已对你心服口服，你也可随时调遣。陈平接过玉牌，入手温润，玉牌上的神纹隐隐流转，显然是件不凡的法器。他没有想到神国国主竟然对他如此的信任，竟然可以调遣神国的所有力量。陈平点了点头道：国主放心，我必尽全力寻回雷音中。只是不知关于恶道殿和神殿六殿主的勾结，神国目前有多少线索？线索不多。吴昊叹了口气，神色凝重。恶道殿行事极为隐秘，神国的暗探多次调查，都只摸到一些皮毛，连他们的总坛位置都未能确定。至于神殿六殿主，虽有传闻说他与恶道殿往来密切，但缺乏实质证据。神殿在神族势力庞大，若无确凿证据，贸然动他，恐引发神国与神殿的冲突。我明白了。陈平沉吟道：那我们第一步可先从神都内部查起。雷音中被盗是机密，知晓此事的人不多，说不定能从神国高层中找到突破口。另外，国主提及的相国，不知此人品行如何？吴昊听到相国二字，眉头微微皱起。相国名为柳坤，追随先皇多年，一手掌握神国的镇国军团，兵力过万，实力强悍。他表面上对神国忠心耿耿，但若说完全信任，朕也不敢保证。柳坤权力欲极重，这些年在朝堂上拉拢了不少官员，势力盘根错节。你调查期间，若遇到他的人，需多加留意。陈平心中一动，将柳坤这个名字记在心里，多谢国主提醒。我与子渊道友今日便开始调查，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向您汇报。好。吴昊站起身，拍了拍陈平的肩膀，神国的安危，就拜托陈道友了。若有需要，朕必倾尽神国之力支持你。离开皇宫后，子渊看向陈平：陈道友，我们接下来先从何处查起？先去神国的暗探司看看卷宗。陈平道：道殿既然能潜入雷音观盗走雷音中，必然对雷音观早有调查和了解，说不定能从过往的暗探报告中找到蛛丝马迹。另外，也顺便查查柳坤的底细，国主对他心存疑虑，我们不得不防。子渊点头应下，带着陈平前往暗探司。暗探司位于神都西侧的一处僻静院落，外表看似普通，内部却戒备森严，布满了隐蔽的阵法。掌司暗探司的是一位名叫墨尘的老者，修为在地仙境7品，见陈平持有探视玉牌，又听闻他是拥有金龙血脉的强者，不敢有丝毫怠慢，立刻将所有关于恶道殿和柳坤的卷宗都取了出来。两人在暗探司查阅了整整1日，却收获甚微。关于恶道殿的卷宗大多是一些零散的传闻，记录着某地出现疑似恶道殿修士的踪迹，但都缺乏后续。而关于柳坤的卷宗则全是他辅佐神国的功绩，以及一些日常政务的记录，找不到任何与恶道殿勾结的痕迹。看来柳坤隐藏得很深，或者说他确实没有与恶道殿勾结。子渊放下手中的卷宗，有些失望地说。陈平却摇了摇头，
越是看似完美，越有可能有问题。柳坤掌权多年，若想掩盖一些痕迹，并非难事。我们不能只依赖暗探司的卷宗，得从其他方面入手。就在这时，暗探司的一名小吏匆匆进来禀报：莫尘大人、紫渊大人、陈先生，相国府派人送来请柬，邀请陈先生明日赴宴。紫渊接过请柬，打开一看，上面写着柳坤邀陈平于明日午时在相国府赴宴，共商协助神国应对危机之事。他看向陈平，眼中带着警惕：柳坤突然邀请你，恐怕没那么简单。陈平拿起请柬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：他既然邀我，我便去会会他，正好借此机会看看这位相国大人到底打的什么算盘。次日午时，陈平独自一人前往相国府。相国府位于神都东侧的贵族区，占地广阔，建筑宏伟，门口矗立着2尊巨大的石狮子，气势威严。府内更是雕梁画栋，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花园中奇花异草遍地，仙气缭绕，尽显奢华。柳坤早已在府内的邀月亭等候。他年约6旬，身着紫色官袍，面容清癯，眼神深邃，看似温和，却透着一股久居高位的威严。见到陈平进来，柳坤连忙起身相迎，脸上堆起笑容：陈先生大驾光临，老夫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相国客气了。陈平拱手回礼，目光不动声色地扫视着邀月亭周围。亭外站着数名身着黑衣的修士，气息都在地仙境8品以上，显然是柳坤的护卫。亭内的石桌上摆满了珍馐佳肴，旁边还站着2名侍女，恭敬地侍立一旁。柳坤请陈平入座，亲自为他倒上仙酒，笑道：陈先生拥有金龙血脉，实力超群，能来我神国相助，实乃神国之幸。老夫久仰先生大名，今日特备薄酒，想与先生结交一番。陈平端起酒杯，浅酌一口，淡淡道：相国厚爱，陈某愧不敢当。不知相国今日邀我前来，除了结交之外，还有何事？柳坤眼中闪过一丝赞许，觉得陈平是个爽快人，也不再绕弯子，直接开口：实不相瞒，老夫今日邀先生前来，是想请先生留在神国，辅佐老夫。辅佐相国？陈平故作诧异：国主已有意让我协助调查雷音中之事，我若辅佐相国，岂不是有违国主之意？国主仁慈，但有时未免太过优柔寡断。柳坤语气带着一丝不屑：如今神国内忧外患，雷音中被盗，魔魂即将出世，神殿又虎视眈眈，唯有老夫能稳住局面。陈先生若能辅佐我，待老夫掌控神国大权，必封先生为护国大将军，赐良田万顷，仙石无数。至于金龙血脉所需的修炼资源，老夫也必全力供应。说到这里，柳坤的目光落在陈平腰间的储物袋上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。听说先生手中有一柄神兵，名为斩龙剑，若先生肯将斩龙剑借老夫一关，老夫更会将镇国军团的部分兵权交与先生掌管。陈平心中冷笑，终于明白柳坤的目的，不仅想拉拢他为己所用，还觊觎斩龙剑，甚至可能想借助他的金龙血脉做文章。他放下酒杯，语气冰冷：相国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与神国是合作关系，并非谁的下属。斩龙剑是我的佩剑，从不外借，还请相国收回此言。柳坤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眼神变得阴沉起来。陈先生这是不给老夫面子，老夫好心相邀，你却如此不识抬举。并非陈某不识抬举，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。陈平站起身，既然话不投机，陈某告辞。想走？柳坤猛地一拍石桌，庭外的黑衣修士瞬间围了上来，气息锁定陈平：陈先生，老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么留下来辅佐我，要么就别怪老夫不客气。不客气？陈平嗤笑一声：相国以为凭这些人就能留住我？老夫知道你实力强悍，敖烈都不是你的对手。柳坤阴恻恻地说：但你以为老夫只会派这些人？实话告诉你，今日邀你前来，就是为了你的斩龙剑和金龙神魂。
只要取了你的神魂，炼化你的金龙血脉，老夫的实力必能更上一层楼。到时候整个神国都会在老夫的掌控之下。话音刚落，邀月亭周围突然亮起一道巨大的阵法光幕，将整个亭子笼罩其中。阵法运转，无数黑色的符文涌现，散发出阴森诡异的气息，竟能压制修士的灵力运转。这是锁灵阵，专门用来压制强者灵力。柳坤得意地笑道：陈先生，你就算有金龙血脉，在这锁灵阵中也发挥不出30%实力，识相的就乖乖交出斩龙剑和神魂，老夫或许还能给你留个全尸。陈平眼神一冷，右手一翻，斩龙剑出现在手中，银色雷光闪烁，斩向周围的黑衣修士。然而阵法的压制果然厉害，他体内的灵力运转滞涩，斩龙剑的威力也大打折扣。拦住他！柳坤大喝一声，黑衣修士们纷纷出手，各种法器和神通朝着陈平袭来。一名地仙境8品的修士手持巨斧，劈出一道金色斧芒，直奔陈平头顶。另一名修士则祭出一张黑色大网，想要将陈平困住。陈平身形一闪，避开斧芒，同时挥动斩龙剑，斩断了黑色大网。但就在这时，一名隐藏在暗处的修士突然射出一道淬有毒药的暗箭，直奔陈平后心。小心！陈平察觉到时已来不及躲闪，只能运转灵力护住后心。暗箭击中灵力屏障，发出噗的一声，虽未伤到陈平，但箭上的毒素却顺着灵力侵入他的体内，让他的经脉一阵刺痛。哈哈哈，陈先生，这石灵毒专门侵蚀修士的灵力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就会灵力尽失，任人宰割。柳坤狂笑道。陈平脸色微变，他能感觉到体内的灵力正在被毒素缓慢侵蚀。他知道不能久战，必须尽快突破阵法逃离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行调动体内的灵力。陈平体内的灵力瞬间爆发开来。拓！陈平大喝一声，斩龙剑挥出一道巨大的银色雷光，劈向阵法光幕。轰！雷光与光幕碰撞，光幕剧烈晃动，出现了一道裂痕。柳坤见状大惊，连忙催动灵力加固阵法，快杀了他，不能让他逃了。黑衣修士们疯狂攻击陈平左至右处，身上渐渐多了几道伤口，但他凭借着混沌之力和金龙血脉的强悍肉身，硬是扛住了攻击，再次挥剑劈向光幕的裂痕处。咔嚓，光幕终于碎裂，锁灵阵被破。陈平抓住机会，身形一闪，冲出了邀月亭，朝着相国府外逃去。追！一定要把他抓回来！柳坤怒吼着，亲自带领黑衣修士追了上去。陈平冲出相国府，一路朝着神都城外逃去。他体内的石灵毒正在不断扩散，灵力越来越微弱。身后的柳坤和黑衣修士紧追不舍，距离越来越近。陈平必须要找个安全的地方，静下心来用凝心诀炼化剧毒。陈平，你跑不掉的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柳坤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得意的狞笑。陈平咬紧牙关，不敢回头，只能拼命催动混沌之力维持速度。他知道一旦被追上，以他现在的状态，绝不是柳坤的对手。柳坤的修为乃是人仙境，在神国仅次于吴昊。若不是刚才借助锁灵阵和石灵毒偷袭，陈平也未必会落入下风。但此刻他中毒在先，灵力受损，根本不是柳坤的对手。跑出神都城门，陈平朝着城外的山林逃去。山林中树木茂密，便于隐藏，或许能摆脱追兵。他钻进山林，利用地形不断变换方向。身后的追兵脚步声和呼喊声渐渐被山林的寂静掩盖。陈平找了一处隐蔽的山洞，钻了进去，才敢停下脚步。他靠在洞壁上，大口喘着粗气，感觉浑身无力。他连忙盘膝坐下，运转凝心诀，开始炼化石灵毒。金龙之力缓缓流转，将侵入体内的毒素一点点炼化。但石灵毒极为顽固，想要彻底清除并非易事。陈平运转了1个时辰的功法，才将毒素炼化了1多半。
就在这时，洞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：“陈道友，你在里面吗？”陈平心中一动，听出是紫渊的声音，连忙起身走出山洞。“紫渊道友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紫渊看到陈平浑身是伤，衣衫破损，脸色苍白，连忙上前问道：“陈道友，你怎么弄成这样？是不是柳坤对你下手了？我去相国府找你，发现那里一片混乱，柳坤的人说你袭击相国，畏罪潜逃，我就知道出事了，连忙追了出来。柳坤觊觎我的斩龙剑和金龙血脉，设下陷阱想杀我夺宝。”陈平简要地将相国府的遭遇说了一遍，若不是我拼死突破锁灵阵，恐怕已经成了他的阶下囚。紫渊闻言脸色大变，柳坤竟敢如此大胆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对国主的贵客下手，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我现在就回皇宫禀报国主，让国主定他的罪。